好，大家好，我小雷。今天的视频我们聊起经典车型，来自本田 NX250 A-1。说到 A-1，很多兄弟绝对比我更熟悉，因为这台摩托绝对算一代神车，收藏必备。但是它不属于越野摩托，属于林道车、探险车、拉力车之类，所以整体调教偏舒适，尤其节震器。也有很多兄弟说它的动力不如铃木大野 DR250， 也不如传祺 KLR250、雅马哈 TTR250， 甚至不如传祺西藏人 KL250， 更不如同时期本田自家的 XR250。这样听起来感觉同级别本田最差，其实并不是。这几款车包括 A-1， 它的马力都在30匹左右，甚至爆发点和扭矩输出点也相差无几。原因在于这台摩托分为2个型号，一个是本土版，也是改良版 A-1， 它在1987年发布，1994年停产。一个是出口版叫 NX250， 1988年发布，1993年停产。所以在1992年之前 ，NX250 它的马力只有25.5匹，1992年之后反而降到了22.7匹。但是 A-1从1988年开始，它的最大马力有29匹。所以你如果买的是 NX250 自己改的头灯，包括板花，那么它的马力和 A-1相差大概5到7匹。如果买的是1988年之后的 A-1， 它的马力和铃木大野这些相差无几，都是29匹到30匹左右。视频里这台是 NX250， 它与 A-1最大的区别在于前头灯包括板花。A-1的前头灯是一个双大灯设计， NX250 是一个单大灯设计。还有一点， NX250 是辐条龙骨， A-1是铝合金龙骨，这一点也有明显区别。目前这2台车收藏价格大概在5000到15000左右，具体要根据成色包括车况而定。其实纵观我国的越野摩托也没什么长进，从早期的嘉陵白菜、CQR、星越 X2，在那个时期，这3款车里面只有星越 X2是非常不错的，它的发动机仿的就是 A-1。后期的雅翔摩托真的厉害，自己研发了450单缸水冷发动机，还用上了铝合金车架，也给美军出口过2.2摩托。不过它的发动机包括车架仿的是本田 CF450， 但在当时雅翔的发动机包括车架绝对是最牛的。而对减震调教最厉害的是正凌摩托。而今天的国产越野摩托离不开2个名字，一个是 NC 发动机，一个是法斯特减震。所有的摩托都和套娃一样，只是品牌不一样。如今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就是华阳，华阳最有名的应该是早期的华阳 T4， 还有波速尔、祖马、中贵、北海、海凌、科维斯。2冲摩托有开喜、横界，开喜的质量真是不想多说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国产越野摩托才能摆脱单梁车架、双梁车架、铁车架，好好研究一下铝合金车架。另外，国产越野曾经最大的希望是在龙兴的宝马650单缸、嘉陵600单缸，还有洛阳洛家的950 V2。但是这3个都没有成功。国产越野摩托今天最大的赢家就是宗申，包括影响。有一个冷门的品牌叫硕普，还是很不错。有点跑题，国产越野品牌非常多，我说的大概1/10。我们回到正题，聊下 A-1， 它用的是一台水冷 249cc 4冲程单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8500转，爆发29匹，使用电启动6速变速箱链条传动，座椅高度820，装备总重量133公斤，机油容量1.6升，油箱容量9升。最高时速在140左右。另外它分为3个颜色，分别为失落白、黑色、传统蓝。前轮胎19寸90，后轮胎16寸120，使用了不锈钢排气铝制后尾架。它虽然使用了铸铝龙骨，但它的轮胎是没有内胎的，这样的好处是在爆胎之后也可以骑回来。发动机底部用了聚丙烯塑料底盘装甲，全车使用了铝车架和铝制摇臂。它的双头灯包括仪表固定在了车架上面，所以车把没有负担，实现了更轻的机动性。前减震行程有20厘米，后减震有22厘米行程，所以在崎岖路面它的舒适度非常好。最后一点，离地间隙有24.5厘米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 A-1属于台城市越野摩托，它的好处在于良好的爆发力、减震的舒适感，包括省油。当然本田的发动机也非常耐用。但是经过这么多年，国内好品质的 A-1已经不多，在购买和收藏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